嘿 Siri， 你是谁？那就是我。嘿 Siri， 急急如律令，你是谁？我是一个由 DeepSeek 开发的人工智能助手，旨在提供信息查询、数据分析和问题解答等服务。欢迎来到冯豪 AI 骑社，我是七七。今天使用 N8N 工作流，高低让 Siri 也用上 DeepSeek， 进化成一个人工智能助手。如果你还不了解 N8N， 也别着急，可以稍后在视频评论区找到这个入门视频，花5分钟时间了解一下。像往常一样，登录进入 N8N 工作区，创建一个新的工作流。配置工作流的第一个节点 Webhook 触发器。Webhook 是网络编程中常见的一个专业术语，直译为网页挂钩，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一直等待输入内容的网址。事实上 ，N8N 自动为 Webhook 节点生成2个网址，一个用于测试，一个用于生产环境。测试的 URL 不用激活工作流就能使用，生产环境也是一个专业术语，说人话就是指实际应用的环境。把这里的请求方法改成 POST， 可以发送、接收更多内容。路径这里自己取个名字，不要和现有的 Webhook 节点重复就行了。为了简单起见，授权验证方式我们就暂时不配置了，选择 Respond 响应方式，选择最后一个，将返回的内容交给 Webhook。这样 Webhook 触发器节点就配置完成了。回到画布，增加一个 AI Agent 节点，这里选择第2个选项，简单的对话代理，然后选择自定义 Prompt。Text 文本框是个必填项，我们暂时先写上问题2个字，只是暂时的，稍后我们会回来做详细的配置。回到画布，为代理增加大模型支持，选择 DeepSeek。如果你还没有 DeepSeek 的链接凭证，请点击这里创建一个。很简单，修改一下凭证名字，然后把你从 DeepSeek 官网获取的 API 密钥粘贴到这里就行了。保存凭证，这里会提示测试链接大模型是否成功。回到大模型配置页面，系统自动选择了刚才的凭证。回到画布，现在还差最后一个节点，用来处理 Webhook 的返回结果。这个节点叫 Respond to Webhook。选择 Text， 使用纯文本返回，返回的内容暂时留空。回到画布，整个工作流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了。Webhook 触发器获取输入内容，然后把内容交给 AI Agent。AI Agent 让 DeepSeek 处理内容，然后把处理后的内容返回给 Webhook。整个流程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工作流。先测试一把，看看会出现什么问题。测试之前需要先完成 iPhone 手机端快捷指令的配置，在 iPhone 中找到快捷指令应用，点击加号，创建新的快捷指令。在这里搜索听写，首先使用 iPhone 的听写能力，将语音转换为文字内容，默认语言设置为中文。接着增加第2个节点，搜索 URL， 选择从 URL 中获取内容，实际就是从 N8N 的 Webhook URL 中获取返回的结果。先把 Webhook 的测试 URL 复制过来，粘贴到这里，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做一些很重要的配置。首先把方法设置为 POST， 然后添加一个新字段，命名为 QText。 这个名字不是固定的，随意设置就行。然后点击后边的文本，在这里选择听写的文本，这样 iOS 系统就会把我们的问题发送到 N8N 的 Webhook 触发器上。核心部分配置完成，再增加一个朗读节点，参数为从 URL 获取的内容，这样一旦我们从 N8N 获取到内容， Siri 就会朗读它。至此 iOS 系统的快捷指令配置完成，马上开始测试。在 N8N 中打开测试监听，然后在手机上点击这个执行按钮。您好，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快捷指令会申请一些授权，点击始终允许即可。触发器接收到快捷指令发出的文本内容， N8N 工作流成功执行完毕。Siri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返回结果里面是个空白。玩砸了！别着急，毕竟我们只是把 N8N 的框架打好，并没有对数据做具体的处理配置。稍安勿躁，会很快。回到 N8N 工作台，配置 AI 代理，把 Webhook 接收到的 QText 参数，也就是我们的问题，拖动到文本这里。然后打开这个开关，启动特殊的返回格式，
点击这里，使用系统消息对 DeepSeek 大模型做功能设置，主要是使用一些例子来规定 AI 的返回内容。回到画布，打开 Respond to Webhook 节点，把 AI Agent 的输出，也就是 DeepSeek 的回答内容拉进返回内容里面。刚才返回内容为空，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做配置。配置完成，保存更改。我们再测试一把。你好吗？然而，这次 Siri 还是不说话。不说话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认识这次返回的内容，我也不认识，这是乱码呀！明显是字符编码的问题，乱抢了火星文。这个很好解决，告诉 iPhone N8N 返回的是 UTF-8 编码就行了。回到 N8N 工作台，双击这个节点，点击这里增加一个属性，增加响应头信息 Content Type， 声明返回的数据类型为文本格式，采用 UTF-8 编码，这样 iPhone 就不会误会了。启动测试监听，开始测试。你好吗？我很好，有什么吩咐？这次是真的测试成功了。接下来咱们开始配置实际应用场景。打开 Webhook 触发器节点，点击生产环境的 URL 复制出来，然后保存工作流并激活。随后到 iOS 快捷指令编辑面板，用刚才复制的生产环境 URL 替换原来的测试 URL。为了使用起来更加自然流畅，我们为这个快捷指令增加一些装饰性的朗读节点。完成之后是这样的。这个快捷指令被唤醒之后，先提示用户说出问题，然后会把语音转换成文字，然后说正在思考中。下一个节点获取到这些文字之后，把文字内容作为参数发送到 N8N 的 Webhook 触发器，等待触发器返回内容。接收到 N8N 返回的文字内容后，就把它朗读出来。逻辑很简单。最后修改这个快捷指令的名字叫急急如律令，这样就可以使用这个名字让 Siri 唤醒这个快捷指令了。点击完成，此时全部操作完毕。实际测试一下吧。嘿 Siri， 急急如律令，你是谁？我是一个由 DeepSeek 开发的人工智能助手，旨在提供信息查询、数据分析和问题解答等服务。请简要的给我介绍一下 YouTube 这个网站。这是我从百度找到的内容。这是不使用 DeepSeek 的 Siri， 急急如律令。请说，文本是什么？请简要介绍一下 YouTube 这个网站。正在思考。YouTube 是一个视频分享网站，用户可以上传。这是 AI 魔法加持的 Siri， 你说好不好吧？再次回到 N8N 平台，点击概览，点击这里可以进入这个工作流，查看每一次系统的执行情况，方便我们进行调试和监控工作流，尽情享受聪明的 Siri 吧。如果视频对你还有一点帮助，记得给琪琪点赞关注，琪琪表示衷心的感谢。下期视频再见。